2026年，民主党能否复制上周地方选举中的成功，而顺利地夺回联邦参众两院的控制权？这三个议题啊，可能是极其重要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9号，开始我们今天的热点洞察。既然是周末啊，咱们就聊一期轻松的话题，但是对于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来说，却是极其重要的。上周，民主党在4场的角逐中啊，取得了100%的大胜，老川支持人啊，一个都没赢。当然了，你要横向来看，其他一些州的选举，也包括市的选举啊，民主党总体上也获得了成功，有的是红翻蓝啊，有的是蓝变成了深蓝。在这儿呢，华人社团里就有2种尖锐的意见，有一种说，这民主党明年一定会强势回归，完成一个蓝化啊，就是蓝潮来袭。我感觉是过于乐观了。第二呢，也有一些老川的支持者啊，他们说民主党还是那个尿性，无非是老川啊干的有点太差了，让民主党捡了一个漏。我直接抛出我的观点吧，这2种嘛都是过于极端了。我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我的观点，就是美国民众经过这10个多月啊，他终于明白了反全球化造成的灾难远远大于全球化中产生的问题，所以他们的生活品质下降了。然后呢，他们用自己的选票给出了自己的倾向性。说的接地气儿一点啊，就是至少有3个方面啊，老川没有搞定。那接下来的1年能不能补救呢？一会儿我告诉你。咱们还是讲哪3样？其中第一个那就是物价。你无论说老川在选举的时候许了多大的愿望，只要是政客啊，选举的时候都会许诺，这个毫无疑问。但是你说完了以后啊，他至少要先达成那么1、2个目标，那就是老川讲的，我要开始收关税，收的多的花不完，然后呢，我再发给你们钱。那你说谁信了？那肯定是那些相对读书比较少的人呢，他就相信，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这些关税是原来没有，突然有了，是老外这个支付的，而美国民众啊是得益者。但事实啊，大家都清楚了，因为你在追加关税的时候，本质上它是反全球化，或者说把全球化已经比较成熟形成的这个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啊，它已经自发形成这个制度，你给它人为的给咔，把这个产业链给它掐断了。掐断的结果啊，一定是成本上升。就连福克斯它比较偏右的媒体都承认啊，咖啡价格涨了20%，汽车修理涨了17%，其他的生活服务都增加了。无论你是老川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，大家啊，你去超市一趟就明白了。那我们就来想一下，为什么关税会增加国内民众的这个成本啊？很简单嘛，全球化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产业链，你让它再降低成本，它降不下来了。举大家一个例子，一条皮带在中国采购如果是$9的话，到了这个沃尔玛它也就卖$10，中间的利润就那么点儿，你中国的利润也就那么点儿，你再往下压的话，他说对不起，我不做了，我不可能做亏本生意。你老川不可能找一个更低的成本，你找的成本可能更高，因为市场已经给出了谁是最低的那个供应商。你现在加了关税，他不会吃关税，关税只能是美国的供应商、零售商和消费者来承担。你看前几天的最高法院大法官，那还是右翼的法官都说，这个钱啊不是老外吃了，是咱们美国民众吃了。所以关税是推高成本的第一个稻草。
那第二点啊，还是老川的一个政策，就是打击所谓的非法移民。但最终在执行过程中，它被大量的放大化了。因为当你一个指标说我每天要驱逐1000人、3000人，它就会形成一个内部 KPI。一开始是说要驱逐一些没有证的、走路进入美国的、有什么犯罪记录的，但这种人啊，他藏起来了，你不容易达成。那怎么实现每天的3000人逮捕量？那慢慢就是以什么肤色呀，你是不是西班牙裔啊？看你像南美来的，甚至有一些人他有这个绿卡，他有这个签证，他也给他搞进去。这就说明什么？这个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放大化了。那结果是什么呀？很多农场里的人摘草莓的，摘这个土豆的，他不敢了，他宁可在家待着，他也不想出来上班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出来上班，直接他回老家了，他好容易进入美国，他怎么可能会回去，对吧？因为美国的无证移民啊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问题。在这儿咱们必须说一下啊，我们并不赞同说把这个国门洞开，所有人都进来，这个不现实。但关键啊，你得有一个度。在这儿我必须说深一点，就是拜登时期并没有放进什么2000多万人，那都是宣传啊。实际上，美国移民局的统计预判应该在200万到300万人之间，这个数比上美国的3亿人口，也就是1%这个没那么大的影响力啊。最终啊，我们必须要横向比较一下，就是在疫情期间，南美很多国家的人失去了生计，他们不远万里确实通过非法的手段他就翻墙就进入美国了。那为什么民主党时期没有把这个门咔给它封起来，不让进来呢？这就涉及了一个悖论的问题。你要从法制上确实应该把门关起来，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人道主义，这些人他没吃没喝，都已经拖家带口了。美国作为世界灯塔，应该给这些人一条生路，哪怕说过一段时间你把他弄回去，对吧？你再弄回他祖国，至少这段时间你不能看着这一家人在河的对岸饿死。这就是民党时期的人道主义战胜了法治，他们取了一个折中值的问题。我必须得把这个历史环境给你搞清楚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要吸引这些非法移民的，是因为出于人道主义，在疫情期间，包括疫情的后期给这几百万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那左与右对这件事儿肯定有不同的看法，今天咱不争论，我只是告诉你，在遣返非法移民的过程中被放大了，导致大量的服务业它不上班了。为什么福克斯调查说修车涨了17%那修车小工他也是从那边来的呀，他也不敢上班了。像有的洗车厂里边ICE 去洗车厂里专门捞人，你看农场里边种土豆的，给你宰牛肉的，给你挤牛奶的，他们都不敢上班。你说超市里的牛奶、肉蛋奶，这蔬菜水果，每天美国民众能离开咖啡吗？能离开肉蛋奶吗？所以说这个政策也是造成物价上升的原因之一。第三个可能是更加深远的影响，那就是两个红蓝之间的极化在扩大。因为大家清楚美国确实有左和右两种不同的倾向性，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以前的政党都是想办法呢弥合双方的差异，但毕竟在美利坚和顺国的旗帜下、星条旗下，我们要搁置争议，咱们的那个尽量寻找最大公约数，通过经济的发展、科技的创新来慢慢完成财富的这个分配。但老川他不用这种方式，他用什么？他就是把这个左右的分歧把它给扩大化了，甚至是极化了。他经常通过自己的自媒体说民主党人是什么恐怖的呀，是什么极端的呀，就贴了很多的标签。那结果就是让他的支持者呢产生了一些仇恨的这种想法。实际上美国民众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，大家都是兄弟，都是美国人。就像林肯打赢了南北战争的时候他老婆说我们终于打胜了敌人。林肯马上脸色就变了，就说从今开始
他们是我们的兄弟，不是我们的敌人。你看，一个人的政治格局啊，他差的也不是一星半点儿。所以为什么林肯能成为伟大的总统之一啊？这不是看几本书就能学会的啊，尤其是思想，你学起来更不容易。其实在美国他也有一些人呢，他只背书皮儿，他书没看过，他说我崇拜哪个总统，那个总统的思想是什么，他未必知道啊。也就是讲，美国的红蓝极化就造成了一件事儿，无论是红的还是蓝的，都认为有一天可能要决一雌雄，甚至是产生一些巨大的分歧。那大家的消费信心自然就降低呀。你看最近啊，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往下降的，降到什么程度？降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了。那说明什么呀？大家手里有钱也不敢花，因为他担心有一天红蓝的极化，甚至会激化治安啊，增加仇恨。那我们首先自保。那大家不消费了，这经济它能不往下走吗？所以说，如果说老川在这3条路上能够及时修正，也许明年啊，他能够阻止民主党的成功。如果这3条他继续走下去，那大概率啊，民主党会复刻上周的成功。这是我的观点。当然，最后我说一下，那你说老川能不能完全这种180度转弯呢？我看是很难的。你看这事儿都过去了1周了，他并没有说，哎，我们弥合红蓝之间的这种分歧，寻求重大公约数啊，把那个政府开门起来啊，不，他反而是更加的这种撕裂了。你比如讲啊，民主党已经做出让步了，政府关门啊，你把奥巴马那个医保延长1年就可以了啊，不用说延长多少年。但是共和党并没有接招，他反而会认为老川今天早上发的文说，那个奥巴马医保应该是给他推倒重来，但这个医保却影响美国2200万的人口，这个数可是很大的呀。你说这些人能答应吗？这是往弥合的方向走呢，还是往这个两边都走呢？第二，我们讲到了在万圣节的那一天啊，海湖庄园搞了一个大型 party， 有很多穿着暴露的女性在跳舞，而一些人呢在纽约啊，在其他州啊在领救济，马上这个食品圈都要告罄了。这种朱门酒肉臭啊、鹿尾冻死骨的事居然在现代化的美国发生了，那你说美国民众心里会怎么想呢？那老川能不能接受教训呢？没有。因为啊，昨天他又在海湖庄园是大摆宴席，虽然没有那个齐臂小短裙的演出了，但这次也挺开放的，又搞成了什么乐队伴唱啊、伴奏啊。总之，人家仍然是什么这个酒吃肉林那一套，他不太在意现在2000多万人啊要失去医保啊，还有这个4000多万人要失去食品券，他不太关注这个。所以你告诉我，包括老川的支持者，他是往弥合分歧在努力吗？所以这3条就是关税要不要征，这个移民执法是要加强还是收敛，再就是这个红蓝是不是要弥合。这3条如果说不改善，明年啊翻蓝将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。好吧，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您的观点，咱们共同来探讨。我讲的也不一定是对的啊，大家一起来聊。另外呢，给大家汇报一下，在大卫观点节目的同时啊，有一些军迷朋友说，哎，还是希望聊一下军事的事儿，我就开了一个叫大卫军情局新的频道。如果您愿意听我聊的话啊，欢迎到这个置顶的链接，就在留言区，您去关注咱们新的频道。有时候也换换口味，既听大卫观点啊，有时候也去听一下军事题材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再次感谢您，咱们明天见。